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最终季前情提要。奥利弗的使命即将完结，与费利西蒂隐居在了郊外小镇。此时监视者悄然而来，他告诉奥利弗，时间到了。为了解决宇宙危机，奥利弗再度踏上了征程，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注定会死在这条路上，但奥利弗责无旁贷。监视者把奥利弗送到了平行宇宙，从炼狱再到星城，旅途如当年一样。环境却早已物是人非。奥利弗消失的12年里，马尔科姆娶了莫伊拉，汤米成了奥利弗的真兄弟，自己最疼爱的妹妹西亚因为无法接受哥哥父亲去世的现实，吞药自尽。奥利弗虽然知道这不是自己的世界，但想接受也并不轻松。回想起妈妈为了保护自己和西亚而死， I'm truly sorry. 奥利弗的心里更加难过了。他不是闪电侠，平生也没有机会看到几次儿童身，家人就是奥利弗的一切。监视者的任务必须要完成。深夜，奥利弗利用莫伊拉的 ID 卡潜入奎因梅林集团，目的是偷取爱星粒子。为了隐藏身份，奥利弗戴上了兜帽，没想到有人捷足先登并射杀了科研人员。紧接着他就遇到了这个宇宙的兜帽男，两个人缠打在一起。这时罗罗制止了他们，眼前的兜帽男是蔡斯，这里是地球2罗罗的地盘。地堡的一切等等都和地球1异曲同工，罗罗一直在和蔡斯搭档拯救斯塔林城。三人将尸体上的箭头进行了对比，断定这是黑剑干的。奥利弗立马联想到了马尔科姆，并以继子的身份去套他话，结果等待他的是监视者。监视者警告他不要干涉平行宇宙的事儿，你只需要接受任务、执行任务、完成任务。可爱星粒子已经落入了黑剑之手，奥利弗不得不多管一次闲事儿。晚上，他如期见到马尔科姆，向他提起了爱星粒子的事儿。马尔科姆的表现极其正常，看似他早就起心革面，只是为百姓着想。爱星粒子是为了替代旧能源，本想找到地球2的费利西蒂帮忙，才发现这里的费利西蒂已不屑在 IT 部工作。奥利弗只能化身绿箭，夜闯马尔科姆的办公室，用熟悉的配方逼问真相。此时黑剑杀到，打断了奥利弗。在这激烈的对抗中，奥利弗更胜一筹，打晕了黑剑。摘下面具后，愕然地看到了汤米的脸。没等反应过来，汤米已经逃离现场。没有人觉得这场风波是意外。队长戴纳收录了口供后，离开了奎因豪宅。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，马尔科姆和莫伊拉分别请了保镖。保护奥利弗的自然就是迪哥。这亲切的面孔让奥利弗倍感舒服。他本想故技重施，逃脱迪哥的视野。Sir? Sir! Sorry, Oliver. Fooled me once. 结果没想到，这货就是自己的迪哥，是费利西蒂专程派来陪伴奥利弗的。暂时得到了希斯科的帮助，奥利弗对兄弟坦白了危机的事儿，包括自己会死。他不想兄弟跟着犯险，便想尽办法摆脱了迪哥。这次真的是故技重施，在地库里，奥利弗堵截了汤米，汤米也早就猜出对方是奥利弗，哥俩之间再也没有秘密可言。晃了神的奥利弗被身后的瑞内弄晕，抓到了熟悉的小黑屋拷打。这一切的起因源自于西亚。当年汤米得知西亚出事后，立刻赶往了贫民区，看到妹妹冰冷的尸体后，汤米性情大变，他发誓要报复贫民区这个无药可救的地方，所以偷走爱星粒子，企图制造地震。这一切跟当年的马尔科姆不谋而合。趁汤米行动时，奥利弗又故技重施，挣脱了铁链。迪哥也是按照地球1的剧本找了过来，果然见到了奥利弗。兄弟俩必须阻止这场灾难，他们求助了罗罗和蔡斯，只有绿箭小队才能拯救斯塔林城。蔡斯把敌人核心范围缩小到了4个街区，刚好4个人分头行动。奥利弗用了蔡斯说过的话回怼了他。
I'm 10 steps ahead of you, and you haven't even figured out what game we're playing yet. Maybe I'm just 10 steps ahead of you. 奥利弗100%确定核心位置就是西亚陨落的地方。4个人开始逐层检查地震仪，击败了一众混混后，奥利弗在天台见到了汤米。熟悉的位置，熟悉的套路，绿箭与黑箭再度展开对决。汤米继承了老爹空手接剑胡一脸的技能，但这次的奥利弗没有下杀手，他相信自己这个兄弟的为人。西亚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希望哥哥成为凶手。失去至亲的经历，奥利弗也曾有过，每一次失去都伴随着2个选择：黑暗与光明。奥利弗希望汤米能做出正确的事儿。醒悟的汤米解除了仪器，将矮星粒子交还给了奥利弗。事成之后，奥利弗给了蔡司一个建议，把兜帽男的称呼改为绿箭侠。布鲁斯·韦恩曾告诉过蔡司，如果你消灭了不可能，剩下的无论多么荒唐都是事实。奥利弗的存在既是如此。告别了罗罗和蔡司，奥利弗准备回去交差。就在此时，天空变得血红，一瞬之间，地球2的人开始被抹除。在这最后之际，迪格打开了传送门，带着奥利弗和罗罗逃过一劫。反物质的到来让地球2不复存在，本该一同消失的罗罗因为奥利弗活了下来。监视者警告奥利弗不要在意气用事，相比一个星球的消失，让多元宇宙存活下来更重要。在得到了矮星粒子后，奥利弗他们重返地球1，接下来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叫做罗伯特王的人。3人抵达了香港，这一路上，奥利弗充满内疚，他的一个决定导致另一个汤米、另一个妈妈消失。罗罗一时间接受不了自己的家园遇难的真相，他寻找办法重返地球2。这次，奥利弗不敢草率，没去管罗罗，连忙起身去完成任务。经过调查，他们发现王博士是个生物物理学家，因合成复合蛋白质和抗体还得过诺贝尔奖。奥利弗想不通啊，这人和矮星粒子有什么关系？哪知刚出门就被当地黑帮围剿。也在此时，塔苏出手相救。自从当年一别后，塔苏就回到了香港，当起了治安维持者，对监视者的存在也曾有所耳闻。3人一番调查后发现，王博士已经被三合会绑架了。三合会的领头人钱纳威也在其中，他不是应该被关在天眼会吗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必须想办法把博士救出来。另一边的罗罗找到了老友钱大伟，修好了跨维度传送器。可当他按下按钮后，发现并没有开启通往地球2的通道。罗罗意识到自己的家乡也许真的不复存在了。眼下他只有一个选择，与奥利弗并肩作战。这时，奥利弗3人已经检查过了王博士的踪迹。原来，三合会绑架他的目的是制造欧米伽病毒。9年前，奥利弗没有阻止欧米伽的爆发，但现在他必须成功，离开费里西蒂，离开儿女，就是为了守护他们的未来。这是奥利弗踏上多元宇宙救赎之路的理由。所以，危机中的任务他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在三合会的地盘，光靠奥利弗3个人根本难以成事。营救中，罗罗带领莱拉赶到，众人合力之下，成功带走了博士，将他交由天友会保管。没有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莱拉制造的，他早已是监视者的手下。香港这一关实际上并不能影响危机的大局，目的就是让奥利弗他们团结一致，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足充分准备。这一天，奥利弗独自一人前往了南达尔巴特，在这里见到了想念已久的闪电妞。成功摧毁了拉萨路支持后，他和罗伊尼萨就分道扬镳了。西亚一直留在南达尔巴特，扫除死神会的残党。奥利弗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是想寻找监视者真实的身份。也许历史悠久的刺客联盟能够知道些线索，可如今尼萨不在此地，奥利弗只能和妹妹去寻找另一个恶魔之女塔利亚。塔利亚和奥利弗的恩怨早就化解，他也很乐意帮助奥利弗寻找答案。说起监视者，他也只知一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忍者大师曾经遗留的记录，地点就在凯伦沙河地下的墓穴中。盗墓小分队利用寻龙点穴抵达墓室，在最深处找到一封古卷，凤凰浴火重生，随我找寻命运。根据古卷上的提示，奥利弗一把火将其点燃，灰烬中出现一颗命运之珠。没想到死神会早就在此等候多时，古卷上的秘密他们迟迟解不开。今天奥利弗的到来让他们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塔利亚毫不犹豫交出了命运之珠，因为他已经把上面的线索记在了脑子里，上面的星座方位指引了真正的墓穴坐标。既然已经有了目标，奥利弗打算让妹妹退出。在地球2，他已经承受了失去妹妹的痛苦，不希望这一切发生在地球1。随后奥利弗·塔利亚顺着星座指引找到了墓穴入口，这里充满陷阱，稍有不慎就会嗝屁。两人在石碑中拿到了一把钥匙和一张地图。只见塔利亚两眼滴溜溜转了几圈，突然就出手打晕了奥利弗。醒来时，眼前站着的是妹妹。显然，哥哥被耍的事西亚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兄妹俩打算徒手攀岩抄个近道。休息间，奥利弗向妹妹提起了危机和自己的结局。如果能换来家人的平安，奥利弗就算死都不会眨一下眼。对于自己的这个哥哥，西亚再了解不过了。她不再是那个年仅18的女孩，已经成为了能够让哥哥依靠的大女孩。
兄妹俩赶到墓穴入口，面对乌压压一片的死神会，奥利弗只能带头开路。欲想逃脱升天，必须拥抱死亡。第一个机关就是走进棺材，一切生命都将燃烧，只有凤凰涅槃重生。塔利亚对这个机关很是了解，不但甩开了奥利弗和西亚，还利用机关干掉了不少死神会成员。此时的他终于拿到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——阿尔法提赫之剑。有了这把剑，就能够重组刺客联盟。西亚第一个追了上去，以恶魔之女的名义向塔利亚发起挑战。与此同时，奥利弗独自在墓道里对抗死神会，巧妙地利用机关达到了以少胜多。等到他赶到墓室后，妹妹已经取得胜利，西亚得到了阿尔法提赫之剑，也得到了刺客联盟真正的记录。上面记载到，忍者大师曾遇到一位神明，他能够预见未来，一旦这个神明无法维持善恶间的平衡，他就会为世界带来末日。听到这儿，奥利弗意识到监视者才是危机的起源，其他答案还需要继续寻找。拥有重建联盟权力的西亚将刺客联盟更名为英雄联盟，他招募的第一个人就是塔利亚，毕竟他一开始欺骗奥利弗的目的就是重组，这个结局也能欣然接受。2040年，由米娅和威廉等人组建的2代绿焰小队一直在保护星城。虽然击败了星系这个组织，但丧钟的存在依旧是个威胁。其领导人 JJ 还是康纳的哥哥。如今丧钟帮的领地越来越大，2代小队必须有所作为。奥利弗之女大战迪格之子，这场面看着实属诡异。2代小队相信迪格的为人，也相信他的儿子能够醒悟，但事实并不如意。JJ 用威廉的生命威胁米娅，这激怒了小队。米娅带队突袭了丧钟帮的总部。他不允许自己唯一的亲人有危险。大战中，佐伊为了保护米娅中箭身亡，所有人悲痛欲绝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白光闪过，同时拂过的还有告别妹妹的奥利弗。所有人同时被传送到了地堡，望着身后的女儿和儿子，奥利弗的表情瞬间凝固。他选择离开家人，就是为了保护家人。当奥利弗看到自己的孩子们还在遭受苦难，奥利弗很是担忧自己的决定。所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相隔21年的2代人被监视者聚到了一起。现在的迪哥甚至还没有领养康纳，无中生儿让他一脸懵逼啊！关于危机的事儿，奥利弗不得不告诉所有人，相比威廉，米娅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本人，唯一的接触只有照片和墓碑。他虽然震惊，但和父亲无话可谈。奥利弗得知了2040年的事后，很是愧疚。好在儿子威廉非常想他，父子俩聊起过去和未来时，并没有感到生疏。威廉告诉父亲自己出柜了，奥利弗非常骄傲儿子的勇气。尽管他和妻子早就知情了，温馨的画面没有持续很久。一起爆炸案让绿焰小队皱起眉头，没想到丧钟帮也一同被传送到了2019年。奥利弗还没准备把一切告诉菲利西蒂，这庞大的信息量恐怕会把他压垮。当听说瑞内会成为未来的星城市长后，克里斯和他都乐开了花了。米娅这倔脾气完全继承了奥利弗，他不想跟父亲尴尬地处在一起，只能拉着哥哥出去透透气儿。奥利弗把自己从地球2抓来的一块破布给了克里斯，希望他能检测下那股红色力量的来源。与此同时，康纳也陪在父亲身边，他不敢说出基基现在的身份。在迪哥这个时代里，基基还是个乖巧的小孩。康纳只能私自找到了米娅和威廉，丧钟帮终归是他们的敌人，为了佐伊要覆灭对方。他们知晓丧钟帮2040年的据点，自然也能在2019年找到。可是没想到这里充满陷阱，而且丧钟帮的领导人并不是基基，而是斯莱德的儿子格兰特。此时初代绿焰小队赶到，成功逼退了丧钟帮，幸好他们也在追查线索，否则这几个孩子今天非得遭难。长辈们疯狂追问，威廉他们不得不说出真相。迪哥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丧钟帮的头领。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，在未来迪哥的儿子手刃了瑞雷的女儿，两兄弟一时间无法面对对方，也让迪哥和康纳之间有了隔阂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奥利弗身上。米娅对他的看法一直都是抛家弃子，他根本不愿意多和父亲多待。为了帮助奥利弗照顾米娅，劳拉主动陪同他去调查线索。威廉正想安抚下父亲，一段视频散播出来，格兰特戴着丧钟面具告知星城，今晚他们将包围星城。熟知丧钟帮操作的康纳知道这是声东击西，威廉和克里斯联手破译了丧钟帮据点得来的硬盘，他们包围星城只是混淆视听，真正的目的是爆炸袭击。另一边的 Loro 看出了米娅的想法，杀死格兰特并不会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正如当初菲利西蒂想要枪杀迪亚兹一样，复仇只会带来伤痛。小队重新聚集，改变未来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做事。奥利弗开始分配任务，自己和女儿沿着爆炸路线去抓捕格兰特，迪格罗若康纳去破坏炸弹中转器，戴娜和瑞内疏散民众，以防行动失败。奥利弗独自一人对抗数名丧钟帮成员，米娅一路追向了格兰特，顺利将对方击败。
康纳也不负众望，解除了中转期。格兰特被戴拿关押，丧钟帮恐怕在未来也难成气候了。迪格接受了康纳这个继子，奥利弗和女儿重归于好。在祖父祖母的墓前，米娅理解了父亲当初的选择，英雄的使命总会伴随着孤独。为子女做了一顿晚餐后，奥利弗接到了柯蒂斯的电话。破布上的成分以现在的设备很难检测，需要用到大量的钚元素。碰巧柯蒂斯知道有一个人拥有这么多的量，一个俄罗斯将军。同时罗若也面临了一个难题，监视者有办法让他的地球2复原，但前提是背叛奥利弗。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最终季下期见。